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陕西汉中啊。大家看前面这几个字啊，诸葛古镇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跟诸葛亮相关的。这附近有定军山，还有那个诸葛亮墓都在这附近呢，还有马超墓。这里是一个古镇。现在我们先来看古镇啊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听说这个地方投资3.5亿元呢，所以我们来看看。大家看一看前面这个是什么啊？上面就是诸葛亮的雕塑，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叫做五丈原广场。一师二表三分鼎，万古千秋五丈原。诸葛亮就病逝五丈原嘛。诸葛亮嘛，这个《三国演义》只是一部小说演变而成的，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《三国志》也有。这里写了来诸葛古镇，游天下第一武侯祠。这里还有个武侯祠啊，等一下我们单独拍一下。武侯祠在哪里还有呢？还有那个成都也有，我们去看过了。大家看这个城楼，这个是什么哈？这个一看到这个就是想到空城计啊。空城计就是今天天气不太好，在下雨啊，还是有很多游客来的。空城计呢也是36计之一啊。说啊，当时魏蜀大战的时候，司马懿就是在这个城外啊，然后诸葛亮就在这个城墙抚琴。这里有个他的塑像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孔明大摆空城计，化险为夷。司马懿原本气势汹汹的大军连忙退去。这里就是古镇的内部了哈，可以看看，一进来呢，可以看到很多鸭子啊。我昨天晚上到这里的还更多啊，因为下雨没什么人，我也在里面找点东西吃，先走一走。这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简单的这种仿制的武器啊，这个就是三国那个时候，诸葛亮那些发明的吧？你看看，这个是一个水车。这个古镇呢，弄得还行吧，因为是现在建的，跟那些其他的保留下来的古镇还是有点区别的。这是什么体验馆？前面这里有个相府，就我们常说的诸葛亮的相府啊，但是现在没有开放。这个雕塑呢，就是诸葛亮七擒孟获啊，这个大家非常能熟悉了，就是平定南中。这个孟获啊，威望很高，一开始不服，但是诸葛亮攻心为上，七擒七放，然后七擒孟获嘛。这个古镇呢，其实也可以称为一个商业古镇，现在的古镇都差不多。说句实话，这古镇逛一圈，我觉得有点失望啊，跟那些保留下来的古镇还是有点区别，还是比不上的。其实说句实话。像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密室逃脱的，就是一个娱乐项目的。它这个街道，就古镇本来就是休闲娱乐一体的。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了，这里就是古镇里面的水八卦了。这个八卦阵非常熟悉，有部电视剧也叫《八卦阵》。整个诸葛古镇的布局啊，其实以八卦阵为理念的，就是一条水街啊，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条，就是有鸭子那条街道是水街，然后一条汉街。水汉两街嘛，构成八卦。在古镇呢，这里有个小湖，这个湖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我们说的赤壁之战，火烧赤壁。赤壁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电影也好，电视也好，《三国演义》都有啊。前面这里呢是草船借箭，草船的借箭的故事就更不用讲了，我们都读过课文。但是有一点呢，《三国演义》说的草船借箭是诸葛亮，但是大家去看《三国志》的话，草船借箭就不是诸葛亮，是另有其人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草船借箭，这里有个牌坊叫古隆中，这个隆中啊，是如今位于湖北襄阳市啊。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故事《三顾茅庐》，隆中对，就是发生在隆中这个地方。当然，因为这是古镇嘛，所以就把这些东西都搬迁过来了，就是等于是说啊，
把它仿建在这里。前面呢，这个是孔明灯广场，这孔明灯啊又叫天灯，知道是怎么由来的吧？它是这样的，就传说啊，诸葛亮北伐的时候被那个司马懿围困了，当时呢，他就想出一个办法，把自己的帽子做成一盏能升空的纸灯，以此来发送求救信号，孔明灯由此得名。所以呢，后人一直把它弄为祈福许愿的工具。前面是百事问诸葛，就我们常说的诸葛亮能掐会算，天下事知天下事，对吧？算命这些，感觉确实一般呐，一般般，没有太大的特色。这里又是一条美食街了，臊子面各种各样的吃的。我们等一下去午后时看看吧。出师表大家都能熟悉吧？前面大家看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常说的乾坤八卦吧，就这个常说的八卦图。这个是八卦广场，它是按照阴阳乾坤的思维设计的，刻有乾坤、巽震、坎离、艮兑等8块石刻图腾围绕整个圆台，就常说的八卦嘛。上面还有一个椅子，就是诸葛亮的，钱在这里，它是属于那个逆时针，